日呢條片呢，就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平時用嚟練習嘅呢架車。咁我呢一架係2021年款嘅 Merida Sculptra 天版本，同樣地 Sculptra 都係有分頂級同埋次級嘅型號嘅。咁我呢個頂級版本呢，就只支援電子變速套件嘅啫。咁其實新款2022年款嘅 Sculptra 都已經推出㗎啦。咁嗰一架係一架融合咗空力同埋爬坡兩者二合為一嘅車款。如果有機會嘅，再同大家介紹一下咯。首先我就講講經常提到嘅三寶，佢即係座桿啦、河頸啦同埋把手。咁我而家呢架車選用嘅呢，都係西班牙手工碳纖廠嘅品牌 Darimo 嘅出品嚟嘅。咁呢個品牌出名在輕量。而且 Darimo 嘅產品係可以根據用家嘅需要而訂做嘅。當然啦，佢價錢係會比較貴咯，但係佢嘅重量比一般嘅品牌嘅鋁產品甚至碳纖嘅產品咧，都可以隨時輕超過一半或者以上。雖然佢係咁輕量啊，但係佢都有通過歐洲嘅安全測試，而且我都用咗非常長嘅時間咧，係並冇任何安全性嘅問題嘅，其實係可以放心使用嘅。首先我哋睇一睇支座桿先。咁呢支座桿咧係叫 T1 嘅型號，咁但係而家你喺官網訂到嘅咧已經係叫 T1 Loop 嘅型號。兩者嘅分別咧就在於呢一個扣。咁我呢個舊款嘅咧係用碳纖嘅三角扣嘅，而 T1 Loop 嘅型號咧，就直頭將呢個三個扣都輕量化，轉用一條特製嘅尼龍繩去綁住佢坐墊嘅。咁重量上其實都可以再輕多幾克左右。雖然好多車友都分享過用繩嘅版本其實安全性係冇任何問題嘅，但係我自己都係比較喜歡用翻碳嘅三角扣嘅。咁呢個你係可以向官網訂購嘅時候同佢特別安排嘅，價錢亦都係一樣嘅。再睇下個鵝頸先，咁我而家用緊呢一款呢係 Darimo 嘅 IX2 鵝頸，咁其實佢仲有另一款叫做 IX4 嘅，個分別在於呢，前邊 IX2 呢就只有兩口螺絲固定嘅啫 ，IX4 呢係四口螺絲嘅。咁 IX2 望落去呢個位呢就會比較簡潔，好似一體化咁樣樣。另外你哋都見到啦。呢一款係3K 碳纖飾面嘅版本，有啲車友喜歡用 UD 碳纖飾面嘅，但係 UD 紋咧通常都會比較重少少嘅，咁所以我都係選擇翻3K 紋。再睇下個把手先，呢個把手係400mm 嘅型號，而且係一個 DI2 嘅版本。DI2 版本嘅意思咧，就即係話佢大約喺呢啲位置啦，同呢啲位置啦，都有開一個窿，俾 DI2 電線穿過嘅。但係因為窿係需要另外補強嘅關係咧，所以 DI2 版本係比冇 DI2 版本咧重多10克嘅。咁而家呢個把手嘅重量咧係就136克，而呢條頸嘅重量咧大約78克左右啦。跟住就再講講呢個蓋啦。咁我呢個蓋其實都係普通大陸產品。咁呢一個碳蓋加埋泰螺絲嘅重量咧，大約都係6克左右啦，咁而裏邊嗰個吊芯都係一啲輕量化嘅產品嚟嘅，就係我話手中呢一隻，咁都係一啲國產嘅產品啦，好平嘅啫，幾十蚊。咁佢嘅重量咧就係11克。咁呢一種吊芯咧，佢嘅重量係比原裝 Merida 跟嚟嘅咧輕大約30至40克左右啦。咁如果你要極致輕量嘅話咧，其實都仲可以揀一啲 Tone 品牌或者 Extra Light 品牌嘅，嗰兩隻品牌嘅重量咧大約係7至8 gram 啦。但係我用過嗰兩隻品牌嘅產品咧，個強度就好似唔係好夠，好多時都會鬆啊，所以最後我都放棄咗，用翻呢隻大陸嘅產品。睇完個把手，就睇下個套件先。咁我而家用緊嘅係 DRA 9170嘅套件，基本上係全原裝嘅，我係冇作任何偷輕嘅改動嘅。
咁但係如果你係追求極致輕量嘅話呢，其實都可以偷輕嘅喎。例如槍手入邊嘅一啲柔喉嘅配件啦，槍手呢個扣啦，上實槍手嗰支大螺絲啦，其實都係可以喺 eBay 揾到一啲鈦製造嘅產品嘅。如果一對槍手換晒呢啲產品嘅話呢，其實都可以輕到大約10幾克㗎。但係當然價錢都非常貴啦，我就冇換啦。咁另外呢，裏邊呢兩隻啤領都可以做偷輕嘅喎。咁我而家用緊嘅啤領呢，就係呢一款 FSA 嘅 SL 啤領。咁你見個盒都寫住啦，佢係比一般啤領咧輕25% 嘅。咁如果上下兩隻都換晒嘅話呢，比起原裝 Merida 跟嚟嘅普通 FSA 啤領呢，大約都可以輕到30至40 gram 嘅喎。跟住再睇下呢個座桿扣，咁呢個座桿扣其實係 Merida 原裝跟嚟嘅產品，已經係一個碳纖再加鈦螺絲嘅產品嚟㗎啦，重量只係11 gram 左右嘅啫。咁如果你追求極致輕量嘅話呢，其實係可以揀啲 carbon 胎啊，甚至 Darimo 都有出一個全碳纖製造嘅4克嘅座桿扣。不過我本身比較重磅嘅關係呢，嗰個 Darimo 嘅座桿扣我就覺得唔係好夠強度啦，所以我最終都選用翻原裝。跟住講下張座墊啦，我呢張座墊係 Shimano Pro 品牌嘅 Spring Superlight 嘅版本，重量呢就係141克。咁呢張凳特別之處呢，就係佢係一個一體化碳纖製造嘅產品。你見到呢度啦，係冇任何駁口嘅，所以嘅強度呢係會比一般用座面加座桿駁口而成嘅型號呢耐用好多，強度亦都會好啲嘅喎。再睇下呢個水壺架，呢個水壺架嘅品牌叫做 NOW8，係我喺市面上揾到應該係最輕嘅產品。佢嘅重量只有6克嘅啫，但係你唔好睇佢咁單薄喎。一個裝滿水嘅500毫升水壺，我係從來都未試過飛水樽㗎，所以個穩健性都係唔錯嘅。呢個我都係推薦㗎。再睇下車轆附近嘅部件先。因為我呢對車轆呢，佢就唔支援中鎖嘅剎車碟嘅，所以你見到係用一個6釘嘅剎車碟。6釘嘅剎車碟好處呢，就係佢一般都會比中鎖嘅版本呢輕10克左右嘅。咁而呢6口釘嘅重量呢，其實同個中鎖蓋呢都差唔多嘅啫。即係話用6釘嘅碟呢，就點都會比中鎖輕到10克嘅喎。咁而我呢隻剎車碟呢，係台灣品牌 Ashima 嘅 AI2 型號。我呢個係140mm 直徑嘅剎車碟咯，重量係64克。如果要再輕啲嘅話呢，其實係有 KCNC 品牌嘅產品，印象中好似係輕多3至4克左右咯。但係外觀關係，我就比較喜歡用呢隻。至於呢個剎車卡鉗呢，我係保持原裝一個 DRS 嘅卡鉗，原裝嘅制動皮嘅。但係如果你連呢一部分都想偷輕嘅話呢，其實係可以揀啲更加輕嘅制動逼皮。例如我手上呢一隻啦，你見到係一啲碳纖製造嘅產品嚟嘅。咁呢一隻剎車皮比原裝 Shimano 呢隻有散熱嘅剎車皮呢，大約輕到11克啦，係講緊冇一對喎。前後轆就輕到20幾30 gram 出嚟㗎啦。至於後轆嘅剎車卡鉗呢，大家見到呢個位，我係加咗2塊戒指落去嘅，係因為原裝嘅 Sculptra 嘅車架呢，佢本身係有跟一個三角形嘅散熱鰭片，係幫助你嘅剎車散熱嘅。但係呢塊鰭片呢，本身都重20幾 gram 㗎，咁為咗輕量嘅關係呢，我就情願唔裝啦。但係唔裝嘅時候呢，直接裝個鮑魚上去呢，佢係會卡住剎車碟㗎。所以最終係要加翻呢2隻戒指，設翻啱個高度，先至可以正常使用。另外呢，呢個我哋叫穿棍，即係筒軸嘅一啲鐵桿呢，我仍然係保持用原裝嘅 Merida 跟車嚟嘅。
因為 Merida 原裝跟車嚟呢支統軸呢，其實個重量大約都係30克左右嘅啫。我搜尋過好多其他品牌，Carbon Tire 也好，其他品牌也好啦，個重量其實都係好接近，但係嗰啲嘅價錢係非常貴，就唔係好值得投資。咁如果要再輕啲嘅話呢，國內其實係有啲特別訂製嘅全碳纖統軸嘅，但係價錢都差唔多成600蚊一條，就真係唔係好值啦。所以我保持個原裝。再睇下後邊嘅變速部分，呢一個9170嘅波腳呢，我都只係換咗2個膠轆仔同埋泰螺絲嘅啫。咁重量上其實同原裝都冇乜分別嘅。咁另外飛輪呢，就係呢個 SRAM XG1190 11至28嘅飛輪，咁佢嘅重量係178克。咁有時呢，我都會換另一隻 Rota Uno 11至32嘅飛輪。咁嗰一隻飛輪呢，重量其實都係176克左右，但係就去到 32T 嘅。但係 Rota 嗰隻飛輪配合呢隻 Shimano 嘅波腳呢，個轉波效率就真係麻麻地，所以我都唔會經常用嘅。如果你連飛輪都想再偷輕嘅話呢，其實市面係有好多嘅產品嘅。例如我手上呢一隻啦，都係台灣嘅特製嘅產品。咁我呢一個11至25齒比嘅飛輪呢，重量只係100幾克嘅啫。咁但係佢嘅耐用性呢，我就唔知有幾多，所以我就好少用嘅，用嚟上磅自己開心下就可以嘅。再睇下前邊嘅傳動部分，咁我以呢一條單車鏈呢，係一個品牌叫做 PYC 嘅出品。咁佢呢條單車鏈呢，佢重量比起非常著名嘅 KMC SL 系列呢，其實再輕多少少嘅，但係價錢只係 KMC 嘅一半。我都用咗超過1萬公里，並冇發生任何嘅問題，都算係幾好用㗎。而前邊嘅變速器呢，我就冇特別改動嘅。而呢啲螺絲呢，我就貪靚換咗泰螺絲啫。但係其實原裝 Shimano 跟嚟嘅螺絲呢都唔算重嘅，其實改唔改都可以。再睇下下邊呢個功率計，咁我呢個功率計呢，都係用 Quad嘅 D1 版本。如果你有睇我上條片呢，其實都大約講過 Quad 嘅 D1 版本同 D2 版本有咩分別，而家我就唔再多提啦。呢一隻曲柄嘅重量呢係337克，再加一個 D0 嘅功率計，咁呢個 D0 嘅功率計嘅重量呢就係125克。你睇到啦，係一個5釘嘅版本嚟嘅。好多人呢會選擇 D0 嘅4釘版本，因為佢要配合 Shimano 嘅齒片。但係要留意翻喎，4釘嘅版本係會比5釘嘅版本呢重量高40 gram 嘅喎。再加上用4釘嘅齒片呢，一般都會比呢啲5釘嘅偷輕齒片呢，齒片上嘅重量都會比較輸蝕嘅。如果你係一心想玩輕量化嘅話呢，5釘先至係最好嘅選擇。另外就係呢塊齒片啦，咁見到係 Extra Light 嘅品牌。咁我呢個組合係50-34嘅齒比，50-34。咁佢一對齒片嘅重量呢係94克。正常公路齒片嚟講，94克應該係最輕嘅選擇，除非你用一啲全碳纖，即係連啲牙呢啲齒都係用碳纖嘅特製產品。但係嗰啲產品真係有幾耐用呢？我就唔敢講啦。最後呢，就係講呢幾粒嘅螺絲。咁我呢幾粒嘅螺絲呢，係 Carbon Tire 嘅出品嚟嘅。咁啊價錢唔貴啊，100零蚊已經有5套噶啦。咁佢嘅重量呢，5粒加埋呢，大約係9至10克咯。比起原裝 Quad 或者 SRAM Red 跟嚟嘅輕一半噶。跟住又再睇下個腳踏。咁我呢個腳踏其實係 Shimano 9100型號嘅鎖踏嚟嘅。咁佢原裝嘅重量呢，大約係240克咯。咁但係我呢個腳踏呢，有少少改裝嘅，就係將呢條心，呢條軸心呢，
換咗做鈦嘅製品。換咗之後呢，一對腳踏呢係可以得到40克嘅輕量化嘅。但係有個問題就係，Shimano嘅產品實在太耐用啦。佢原本裏邊啲鋼珠嘅強度非常高。我試過換一條鈦芯落去之後，用咗一段時間呢，嗰支鈦芯係俾啲鋼珠磨蝕晒嘅，變咗個腳踏有區位。咁所以如果你要換鈦芯嘅話呢，就預咗每1年或者每年半咁上下啦，都要成支更換嘅。咁除咗鈦芯之外呢，其實係連呢一粒螺絲帽都有鈦嘅產品出售嘅，不過我就冇更換啦，用翻原裝。另外腳踏方面呢，因為我用慣咗 Shimano 嘅制式，所以就維持用 Dura Ace 嘅腳踏。如果你係用碌制式甚至 Time 制式嘅話呢，其實係有啲 third party 嘅品牌推出過一啲168克、160克甚至140克嘅腳踏嘅。咁如果你能夠用嗰啲產品嘅話呢，架車真係可以輕好多㗎。跟住又講下車底呢個中軸。咁我而家用緊呢個係 CS 嘅 bearing。咁我安裝嘅時候呢，刻意地就將中間一個膠筒拆走，因為中間呢個防水膠筒呢，其實個重量都接近20克㗎。呢個膠筒除咗防水之外呢，仲可以防止車架裏邊嘅電線啦、油喉啦會卡到呢個中軸嘅。咁但係基於重量嘅關係呢，我都係將佢拆走，另外揾辦法將啲電線固定，去避免摩擦嘅。咁如果你呢一對 BB 杯呢，連埋啤領嘅重量呢，大約係65克左右咯。最後就講下我呢對車轆。咁我呢對車轆其實就唔係真係 V 字頭品牌嘅出品，其實只係一對大陸嘅手編輪組。咁佢嘅重量呢，係1030克，30mm 嘅框高，同埋用本胎嘅。如果你追求輕量嘅話呢，用本胎基本上係最好嘅選擇。車轆嘅鋼線呢，我係選擇 Spim 嘅 CX-Ray 型號㗎。咁如果要再輕量化嘅話呢，其實可以選擇 Super CX-Ray。咁一對車轆48支嘅話呢，其實可以輕到大約20克。如果你再追求極致輕量嘅輪組呢，有啲人會選擇框高再低啲啦，例如25甚至20mm啦。另外配上一啲再輕量化嘅鋼線，甚至用 B 字頭品牌嘅尼龍繩做嘅釘枝，咁重量其實係可以去到低過900克添。咁但係當然價值不菲，我就真係買唔起啦。再睇下條車胎，咁我而家用緊嘅呢一條呢係 Victoria Crosser G2.0 嘅25C 闊度，重量係比較重嘅，310g 左右咯。如果你用一般馬牌嘅本胎呢，其實係大約280、290克左右咯。如果你追求輕量化嘅話呢，其實係可以用，例如我手上呢一隻啦 ，Victoria Crosser Speed 嘅版本。咁我之前其實一直都係用開呢一隻嘅。25C 嘅闊度呢，重量係235克嘅啫。如果你要再輕啲嘅，用23C 闊度呢係205克。但係佢嘅壞處就當然個耐用性冇咁高啦，大約1500公里度啦，都要更換㗎啦。咁我而家呢隻 Corsa G2.0 呢，耐用度就高好多。如果你仲要再輕量化嘅話呢，其實係有人用一啲長地版本嘅管胎嘅，嗰啲管胎其實係可以輕到去130克左右咯。但係嗰啲車胎可能去到街口轉個彎就已經爆咗㗎啦，我就唔建議咁玩啦。用得管胎就當然要黐條管胎上個車轆嗰度啦。咁有好多唔同嘅辦法㗎，例如膠水或者膠紙。咁我一般都係用最方便嘅膠紙嘅。咁膠紙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牌㗎，唔同品牌嘅膠紙都有唔同嘅重量。咁我又就用開呢隻相對比較平價嘅膠紙，一盒已經可以俾到2個車轆用，都係講緊幾十蚊嘅啫。黐滿2個車轆之後呢，佢嘅重量係大約40克，2個車轆。好啦，去到最後，
我而家呢架車重量大約係5.9公斤左右咯。咁如果換翻 Speed G 2.0版本嘅車胎上去嘅話呢，重量就可以低見5.75公斤。喺碟剎車嚟講，呢個重量已經係非常非常之輕㗎啦。我計過，如果要再輕嘅話呢，就要有啲犧牲啊，例如唔用功率計啦，用一啲超輕嘅坐墊啦，用啲超輕嘅輪組啦，但係就會犧牲咗功能性啦、舒適性啦、耐用性等等，計計埋埋其實可以去到5.3公斤㗎。咁如果我用而家呢套 setting 裝落去 S-Works 嗰架超輕嘅碟剎車嘅話呢，隨時可以低過5kg 㗎。不過嗰個車價就真係太貴啦，我就真係買唔起啦。嚟到最後，我哋經常聽到人哋講人七車三，單車輕啲，雖然可以有幫助，但係最終都係要靠多練習提升體能先至可以得到進步㗎。車輕其實都係自己開心下嘅啫。而且如果要去比賽嘅話，比賽嘅規則，車重嘅下限係6.8公斤。簡單啲講，我呢架車係唔可以用嚟比賽㗎，自己開心下就夠嘅。好啦，今日講到呢度，下次再見。